出发了，出发了，出发了！这个上海的春天呀，又特别好看了。是见面还是在柬埔寨？没错，没错。这个空间好，这个空间舒服。同志们，新的一年的环球旅行马上就出发了。那么今天我们要先飞上海。说实话，在视频前面可能你们感觉不到那个时间，但是呢，其实我已经在家里休息了好长一段时间。现在我身处的地方就是福州机场，又是熟悉的机场。然后我在这个机场，今天早上7点的时候，连忙在银联兑换了一个机场贵宾厅的服务，你们看，还有免费的早餐。现在是早上的8点钟，我的飞机是9点20的。来得及，来得及。朋友们，说实话，我有没有瘦了？看着小脸啊，我还是戴上帽子吧，免得有人不认得我了。今年是一个小黑帽。旅行在路上，整个人都不一样，眼睛里面都放着光，噔噔噔。不好不好，又要来不及了。8点50的登机，现在是8点45，来不及，来不及，又得赶，来不及了。好，登机喽，登机喽！今天福州的天气好好啊。再见喽，福州。昨天晚上我一直整理行李到凌晨3点才睡，哇，现在困得我眼睛都睁不开，要拿一个牙签撑。一眨眼的功夫就到了。上海魔都，我来啦！哎呦，拿到我的行李了。这次出行咱们是用行李箱，不是背包。你们还别说，带着箱子真的没有背包轻松。现在要去我今天晚上住的青旅了，开箱上海青旅。其实上海啊，大大小小的青旅真的非常的多，挑花了眼。出来这个地方是上海的人民广场。很多年前有一首歌怎么唱的？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。第一眼的上海，南京路步行街。哇！来到上海有一种感觉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会感觉自己特别渺小，身处在这样的一个石头森林当中。这个上海的春天呀，又特别好看。这个季节啊，上海的玉兰、樱花都开着，特别好看。而且这个季节的上海，气候也特别好。咣的一声，我们到了青旅了。扛箱子，扛箱子。现在还不能入住，我感觉公共空间还可以啊。哦，这个小氛围真好。这一整墙的小麦汁。这家青旅呢是92人民币一个晚上，我觉得相比国外的某些物价高的地方，还算是比较实惠的。下面我们要去吃上海这边一道美食，这个美食啊，我心心念念了好几年都没有机会过来吃一下。这道美食就是蟹黄面。上海这个地方是既有摩天高楼，又有这种老胡同小巷子，而且这个地方啊。人民广场旁边，南京路旁边，你就可以看到最繁华的市中心，非常有生活气息。我这一路走过来，就看到好几家卖蟹黄面的，但是我们要去吃一家老字号，这又是一家。我觉得吧，有时候来到一个地方，瞎溜达溜溜街，也蛮有意思的。去吃另外一家的，但是看到这边有个上海必吃榜第1名，就这家了，秃黄油138。其实我好想吃蟹犬叶哦，可惜实力不允许。那秃黄油跟蟹粉有什么区别？蟹粉是蟹肉，秃黄油是蟹黄。哦，咱们这个是特色面，是苏州那边的苏式面。这拌之前还要先把面抖一抖啊？对，达到100%的散。它这个蟹黄它更容易吸收。哦。咱们的浇头的话是放一半还是全放呢？先放一半吧。先放一半。对，好的。它这里面会有几只蟹？你们有统计过吗？10只大闸蟹。哇哦！看着非常诱人，好，谢谢。哇，好香！不知道是我饿了还是怎么着，蛮好吃的。这个是公蟹那个黄，
这一口好多，一口下去，再加进去，我感觉味道还不够重。其实它的腥度还好，我是能够接受的，就是它这个没有什么技术含量，可能就取决于商家用的蟹好不好。算一下，10只蟹，一只蟹13.8块。最后一口。现在我们去上海外滩溜达一圈，一抬头就看到了上海的春色，这仿佛1秒就跳到电影里面来，有没有那感觉？都说上海街头的豪车多，我看这是长见识了。看来传闻都是真的。和平饭店据说1晚2000多。这里就是上海外滩，殖民时期留下来的一些建筑，这边好多旅行团啊。上海外滩这里对比特别明显，一边是殖民时期的古旧的一些建筑，而另一边就是上海的几件套高楼大厦，有一种特别割裂的感觉，一边是屈辱史，而另一边就是繁华的现在。要说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，毫无疑问一定是上海或者大上海。上海的面积相当于60个巴黎、5个纽约和4个伦敦。从滩涂变魔都，把百年屈辱变成发展燃料，它的繁华深处藏着许多故事。外滩是上海最标志性的景点，仅仅1500米，浓缩了老上海的建筑精华和近代历史。外滩的每一个建筑都出身不凡，组成气势恢宏的万国建筑群。这里最大的本事是把每个历史伤疤都烙成金砖。鸦片战争的码头变成金融港，租界铁丝网融进了自贸区的大门。黄浦江早就看透了，潮水带不走屈辱，就卷成上升的漩涡。现在你感受到的上海是 GDP 仅次于纽约和东京，排名全球第3，是上海中心大厦632米，全球第3高楼。黄浦江的货物吞吐量达到8亿吨，是全球最繁忙的超级魔都。我身后就是东方明珠的3件套，我觉得它特别像一块圆圆的蛋糕上面插了好几根蜡烛，那些高楼特别像插满了蜡烛。大妈们又开始排队拍视频了。我在外滩边找个摄影师，今天又拍了几张照片。简简单单的，你过来拍2张照片，然后一张大概20、30左右吧。就是小一点的城市就20，像上海这种就30。什么中国排行前3的城市，世界前10，在上海不过分吧？你知道我在柬埔寨拍这个好便宜哦，柬埔寨是吧？1美金，拍了3张。新的一年的环球旅行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说实话，心里还是比较忐忑、比较激动的。那既然来了上海嘛，就会跟上海的朋友见面吃饭。今天晚上我就跟上海的2位朋友一起吃个饭，聊个天，就简单的结束上海的行程。说实话，1天的时间真的是太短了，以后有时间再慢慢的把这里好好的游个遍。Hello， 老朋友了，第一次是新朋友，第2次是老朋友了。上次见面还是在柬埔寨。没错没错，你看你人这么高，每次拍你我都很有压力，因为要拍你我就得仰拍，然后我的脸就特别大。刚才简单的跟上海的几个老朋友吃了点饭，现在回到青旅来办入住。给你们看一下房间，6人间。有吉普对的。Tomorrow， 今天我们要前往的国家是世界上的第3大经济体，它也有非常独特的文化。它的文化呢是以不打扰别人为重点，还是很多2次元和动漫的故乡。它是一个岛国，4面环海。相信说到这边大家已经猜到我要去哪里了。那咱们关于日本的故事呢，就从这个机场开始。咱们现在先去办理值机，现在是8点27分，我的飞机是10点20分的。我已经连续赶了2个早班机了，精神状态不是太好，困死了。昨天晚上好早就睡觉了。早上这个机场的光影特好看，让阳光照下来，一道一道的，心情好看什么都是漂亮的。排队排老长了。
我们这次的行程啊，是先要去到北海道的札幌。现在这个时候啊，估计都没几片雪了。但是呢，我的比较贪心，本来是想雪跟樱花一网打尽，那没有想到现在的时间点可能比较晚了。再后来呢，我们会一路两下，途经了好几个城市，到达东京。东京看完樱花，我们还会去到名古屋，然后从名古屋回国。所以今天的札幌有没有雪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咱们到时候看一看。如果真的没几片雪的话，咱们就立刻南下。行李去的时候12.6，不知道回来的时候有多少。好，可以了，这边对一下名字，好办好了。好的，办好了登机牌。在上海浦东机场这里啊，如果是中国公民的话，在出境的时候可以直接刷护照过关，就是自助过关，就不会被问太多的问题。然后就是常规的安检了，所以这部分呢并没有耽误太多的时间。现在是9:05，离我的登机时间呢还有50分钟。登机喽，登机喽！很快咱们就要到达札幌。小孩 ，Please hold the handrail and the luggage. Watch your feet. 这次我坐的是东方航空啊，你们猜这回买机票钱才多少？从福州到上海转机，加上上海到札幌，机票的费用才600多，是不是非常的便宜？而且这个费用啊，它是有带2件23公斤的行李的。你好，里边请。我提前选了一个座位，在比较后排。我最近比较喜欢坐在后排的位置，因为前排要上卫生间比较麻烦。调至已备，打开聚光板，取下耳机，并确认您的手机关闭或处于飞行模式，请妥善安置并关闭电源。请您全程。飞机啊，已经飞到太平洋的上空，能看到下面有一点一点的船在动，这些白白的小点都是船。又困又饿。今天的午餐是日式肥牛饭，还有一些小菜，这好日式哦！一瓶水，一个元气团子，糯米团，来个小菜。小菜的味道不错，这个腐皮卷，它这个肥牛来的是一整片的，这个东航日本航线的餐还挺好吃的。不好，吃到一半遇到气流了，在颠簸，一边颠簸一边吃饭。有点严重。现在已经到了日本的地界，在飞机上面开始了剪视频。现在飞机已经在下降，还有30分钟就要到了。日本对于携带的东西入境是非常严格的，尽量不要带肉制品和一些种子。他们对于保护本地的生态是非常的重视。下飞机了，现在要排队过海关。在日本的第一泡，日本的第一站从厕所开始。据说这些都是热的，果然啊，好热啊！我们先拿纸擦一擦。但是日本的马桶普遍都很干净，然后再看看这些按钮，可以洗屁屁，还有音乐，就是为了覆盖你尿尿的时候的声音。这个音乐是冲水的声音，感觉我的屁屁有被很好的照顾到。我想说的是，不愧为传说中有洁癖的地方，厕所真的是太干净太干净了。非常顺利的过了海关，只问了我回程机票，其他就没有问了。在日本海关还有最后一道程序就是申报，每个人都要填那个申报单，要不然就是你出发的时候提早去填那个 QR 码，然后会生成一个2维码给他扫描。因为你在下飞机到进入这里你是没有网络的，手机网络的，所以能在国内写好 QR 码就尽量写好 QR 码。
另外也可以自己用手写那个单子，我是手写单子进来的。OK， 成功解锁我们的环球旅行第15国日本。现在啊，我们要解决2件事情，一个是现金，一个是电话卡。电话卡我是在国内买好的 eSIM 卡，然后呢，现在没有 WiFi 网络，就是没办法安装上去。千万不要在机场换钱，每一个机场汇率都吓人。哦，看到蓝胖子了 ，Hello， 我来看你了。还有一个哆啦 A 梦乐园。来到新千岁机场，不要急着出机场，这里有非常多好玩的东西。没有 WiFi 我就没有网络，没有网络我就没有办法取钱，因为我的钱在另外一张卡，那张卡没有带来。怎么可以没有 WiFi 呢？怎么可以没有 WiFi 呢？给你们看看，我已经成功的连上网络了。刚才在他们这个服务中心，然后我就说一下，我需要1分钟的连接 WiFi 的时间，然后连接一下，然后上eSIM，他们就给我密码了。办法总比困难多。我手上还有一些上次来日本没有用完的钱，嘿嘿，一共有2600日元的巨额，我准备用这些巨额买个冰淇淋吃。不知道为啥，现在我脑海里面不停放的就是机器猫的音乐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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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ATM 机来取个钱，支持银联的，能不能成功就看这下了。简体中文。看来有戏。先出卡，再出钱，成功啦！我们现在先不急着出机场，先去他们的国内线，那里才有好吃好玩的。日本啊，还是一个严重老年化的社会，他们平均年龄啊是在48岁。我刚才路过，看到一个大概看起来70岁的老爷爷，还在这边做卫生。然后呢，大部分他们上了年纪的人也会去开出租车啊什么的。来到了国内线，就感觉人特别多，特别热闹。这还有排队买单呢，排队吃东西呢。这就是那个非常火爆的冰淇淋，450一个。我觉得排队太久了吧，太长了吧，看花了我的眼。这个东西看起来也很好吃哦，札幌农学校也排起了长队。这个是486一个，听说他们这个牛奶布丁也很好吃，加入排队人群。23元。OK。差一点掉了。你们看冰淇淋上面的印子吗？刚才我的冰淇淋差一点掉了。贵是贵了点，但是分量给的还挺足，没有那种香精的那种合成的感觉，就是很纯很纯的奶味。刚才取了3万日元，扣款是1458.71人民币，然后境外取现手续费是19块2毛9。这尴尬了，这纸往哪丢啊？找了一圈，找不到垃圾桶。在日本要随身携带垃圾袋。生巧20里864日元，看起来很不错哦。每一样东西都好诱人哦。哦，这有试吃。好好吃哦。它的味道特别浓，奶味特别浓。5个要1188日元。西张特产，就是那个破产城市西张，你们知道吗？他们特产哈密瓜，这看起来也蛮好吃的样子。哈密瓜果冻。据说这家牛奶也特别好吃，最出名的是这款布丁。日本的便当都好精致哦，你看这一份有三文鱼、蟹肉，1380日元，这个也是1380，这些拼成的。它这饭旁边都有这个模型。这个机场就让我走不动道了。这里就像是一个商场，国内线的2楼跟3楼，布满了各种好吃、好逛、好玩的。3楼就是各种餐厅嘛。
其实这里的机场的价格跟外面市区的价格是差不多一样的。日本的这些美食都看起来让人好有食欲。北海道的海鲜特别好吃，因为他们这边的温度比较低嘛，所以海鲜的脂肪都比较厚。汤咖喱也是北海道的特产之一。听说这家回转寿司很好吃，但是要排队。听说这里面有一些餐厅在市区都要预约才能吃上。哇塞，好多人吃呢！日本有各种口味的拉面，酱油拉面、味增拉面、海鲜拉面。这里一份拉面1100到1400。这边附上北海道机场的美食地图，大家可以自行翻阅。太感人了，居然找到了垃圾桶。我来排队了，朋友们，有一种来都来的，一定要吃好的再走那种感觉。别看这队伍长，排的还挺快的，耗时大概就20分钟。他们说日语，我完全听不懂，只听得懂你好。这里有个水可以接。哦，抹茶粉是放到水里面的吗？这个姜片，有中文简体。2个三文鱼的是30块钱，牡丹虾一个847日元。我先点了几样来浅尝一下啊，它这个抹茶粉是加到这个热水里面去的。第一次看到抹茶这么喝，它这抹茶有一种大麦茶的味道。这个是最便宜的，才100多日元，然后这个是600多，这个是400多，这个是有点忘了600多。咱们这次的日本行可不穷游，我打算把预算拉满。这个是生扇贝寿司，他们这儿点单率最高的。这海鲜太肥美了，真的是满满的油脂感，吃到嘴巴里面滑滑溜溜，肥厚的。我靠，国内就没有吃过这么鲜甜的海鲜，包括在高端的日料。它的寿司是一个拱形的，铺满了整一个饭团。三文鱼好甜，甜虾。看到中间的芥末酱吗？这个甜虾甜甜糯糯的，好好吃。这就是个豆皮包饭团，但是也很好吃。火字寿司，它是3个拼盘的，一个是三文鱼，一个是八爪鱼，一个是金枪鱼。我身边的美女吃完3个就走了，我还在猛吃。哇，他们给的料真的很足哎，一整大条。我就喜欢这样的，虽然它贵。哇，油脂在嘴巴里面化开。金枪鱼其实是一个非常贵的食材。活的北极贝。你们知道为啥你们看到的北极贝大部分都是红色的吗？因为它是煮熟过的，这个是生的。这个比刚才的扇贝更脆一点，更甜一点，好好吃。最后占记6盘，朋友们，吃不动了。最后买单3003日元。吃饱喝足，咱们要坐火车前往他们的一个浪漫的一个城市小樽。其实还有一些 Hello Kitty 主题乐园啊，巧克力主题乐园，还有叮当猫主题乐园，我就不探索了，等着你们过来再探索吧。我们今天要去到小樽，它这边有分快速跟普通，还好日文跟中文差不多，这看起来没什么难度。小樽1910，然后该怎么弄？怎么弄？是这个吗？是按这个吗？一个人，领书券。
抽一眼日本 JR 线的内部环境，是这种软皮的座椅。还真别说，这个车上非常的安静，以至于我说话都要压低声音来说话，不然真是怪不好意思的。都在玩手机，没有一个人说话。我本来以为日本是 I 人的天堂，但是我觉得 I 人到这里越来越 I 了。就是其实我觉得，我更希望遇到一些热情的人，这样会消除我稍微有点紧张的情绪。唯一美中不足的是，出机场的时候天都黑了。我本来幻想着这列火车，因为它是开在海边的火车，能够看到漂亮的海景。天黑了，还咋看呢？然后还有就是，日本的物价真的是太贵了。看的话，这个是札幌到小樽最漂亮的一个站，叫做朝里。现在外面漆黑一片，但是我隐约看到外面有一点雪，白白的，看到了吗，各位？到了，好冷啊，朋友们，太冷了。穿上衣服了，朋友们，但是手好冻啊。现在要马上到青旅，青旅是10点停止 check in， 现在是9点半，我只有半个小时时间，我要走到青旅。我查了一下，不远，大概700米，我们步行过去。好冷啊！雪呢？北海道，小樽，我来到了一个假的北海道，一个假的小樽。这是不是让我以后要再来一趟啊？哇，看到雪了，朋友们，终于有雪了，还是有点冷的。这个温度大概是在1度到2度左右，而且化雪的时候是特别冷的，只有残雪给我看了。这旁边的雪墙都有人高了，就是有点脏。带你们看不一样的北海道，脏脏的北海道。他们都把雪堆在路边啊，大路中间都没有雪。你们知道吗？现在这个路上好安静，特别安静。这怎么说，小樽也是个旅游城市吧？这晚上不应该很多人出来逛逛的吗？青旅到了，这一家，在外面看着还挺漂亮的。design。进来了，这边有个鞋柜，可以把鞋子放在这儿。日本的青旅，不管再小、再偏，都是好干净的。你乍一看好像没什么，但是你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它的干净整洁，一点点水渍都没有。哎，貌似今天晚上这间房就我一个人呢。冰箱和洗衣机，这个空间好，这个空间舒服。有个小型的厨房，这是浴室。浴室外面有一个空间是可以换衣服的，真正做的非常的干净啊。这些材料都是塑料嘛，日本的浴室很喜欢用塑料做材料。沐浴露啥的也是备好的。刚刚我刚走出前台的时候，他就把我叫住了，他送了我一张啤酒的免费票一张。因为今天晚上来的比较晚了嘛，如果我在9点之前到的话，我能拿到2张，因为住一晚就有1张。接下来的2天我都会在小樽带你们好好的逛一下这个地方。说实话，这个地方曾经是我梦想中一定要到达的一个地方，而且它是情书的一个拍摄地，就是你好吗？我很好那个情书。感觉到了一个新的国家。说实话，日本以前我来过，印象还不错。来到一个新的国家，挺兴奋，挺激动的。我很想把我所见到的很多东西都分享给你们。大家不要学我在3月底来，我觉得最好的月份可能是在春节过后，刚刚过后那段时间。它的价格又不用很高，但是呢，雪景都还挺漂亮的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了。解锁我们的环球旅行第15国日本，欢迎你持续观看我的环球旅行纪录片。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